乌俄战场上的那些创意武器到底有多奇葩？火力军前2天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，乌军把集束炸弹拆开，用无人机携带里面的小炸弹，还有什么6支 AK-74绑一起的高射机枪，主打一个花哨。俄军那边还有装甲车、陆地战舰化等等，看着就很有意思。这期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战场创意。集束炸弹也就是子母弹，弹药里面有很多小尺寸的弹药。早些时候，美国援乌了一批 M483A1 集束炮弹，乌军把它玩出了新花样。除了正常使用之外，还能拆，把集束炮弹切开，取出里面的小炸弹，然后给无人机用。火力军只能说玩得真花。玩这种骚操作的是乌克兰陆军第92机械化旅，绰号为阿基里斯的无人机部队。拆解过程也很刺激，用电锯把炮弹前端的地方切开，里面有8个圆柱状的 M42 弹丸，看起来像手榴弹，威力上也类似，只是里面装的是能击穿装甲的聚能装药，对军制钢装甲板的穿透力能达到7厘米。其炸开之后会产生高速弹片，向各个方向延伸，威力挺大的。取下 M42 弹丸之后，转开顶部的一块彩带状的布，调好之后再装回插销，防止装载时爆炸。等一切搞完之后，就能插销，随后执行任务。看起来像改装的教学，只是让火力军来说，整个过程很危险，光是拿电锯切开炮弹就有爆炸的可能。不过就实战效果来说，这种新模式确实可以使武器使用率最大化。火力军之前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现在的乌俄战场没有大规模的装甲集群，集束炸弹无法发挥最大的优势，拆开用单个炸弹还省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不过这模式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奇葩，6支 AK-74， 这个才是最有意思的。视频内容大概就是乌军士兵拿着一挺超帅的高射机枪，对着一台无人机猛烈输出。但是仔细看一下就能看出来，这就是6支 AK-74绑在一起改装的。问题来了，这样的枪真能防空吗？这种魔改 AK 的玩法在历史上是有迹可循的，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很多类似的操作。比如1战期间，当时的飞机性能呢比较落后，各国也没有很好的机载和防空武器，机载武器就是陆军的轻武器。当时飞机上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拿着步枪射击，用手榴弹炸敌方飞机，防空武器也很原始，地面部队拿着机枪对空射击，战果也说得过去。重点是外形有意思，就比如这张图，一堆用10支毛瑟 C96 手枪改造的高射机枪，不管效果如何，就这画面，火力军就能给他颁布一个最佳创意奖。到了2战，乌军将4挺马克沁机枪搭载在了卡车上，但是这个时期机枪打飞机的效果就已经很差了，需要数挺机枪同时开火才有可能击落敌方飞机，现在那就更差了，都是喷气式飞机，虽然重机枪保留着高射瞄具，但实战中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。不过现在无人机横行的战场环境，机枪防空好像还能再抢救一下。现在的乌俄战场，少数防空武器根本无法满足士兵的需求，乌俄双方都出现了使用步枪对抗无人机的案例。但是要火力军来说的话，这种复古的玩法不顶用，科技时代就要有点新花样。就比如美军的天网 MI5 散弹枪以及 SMA-SH 系统。2017年左右，美军准备拿霰弹枪测试反无人机的效果，就打击方式来看没什么问题。霰弹枪就是打猎的神器，大力出奇迹，只是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要比天上飞的猎物更高，硬度呢也不在一个级别，使用普通的霰弹枪很难直接打下来。当然了，踩着外星人过河的美军不会那么掉价，普通的不行，那就上才艺。美国空军采购了一种特殊的补网弹，也就是天网 MI5， 结构相当特殊，将弹丸分成6瓣，中间用绳索相连，完全张开之后会形成一张捕捉网，能将无人机缠住，然后坠落。根据厂家的宣传，天网的射程能达到270米左右，只是美国空军购买600发天网测试之后，这事儿就没下文了。除了天网之外，美国陆军和其他多个国家还测试了一种新型反无人机设备，也就是 SMA-SH 系统。这种比较智能，符合美国的身份。SMA-SH 系统是以色列智能射手公司研发的，允许使用者在瞄准镜中锁定目标，进行精准射击。实战时 ，SMA-SH 系统可以标记出敌人的位置，随后计算准确的瞄准点，武器开火射击，保证百发百中，效果类似 CSGO 中的锁头挂。一些攻击式无人机也是这样的玩法。再发展一下就是导弹的攻击模式，发现、锁定、计算位置、攻击。不过这套系统本来不是反无人机，但是可以用在反无人机方面。
如果把目标锁定在无人机上面，系统就会根据无人机的位置和速度计算出预瞄点，然后射手开枪。理论上来说，这套系统可以提升使用者对目标的命中率，并且不影响步枪的本质工作。2023年6月的时候，英国国防部决定采购225套 SMA-SH 系统，安装在 SA-80 上面，只是价格有点贵，200多个瞄准镜，460万英镑。荷兰、日本也都买了一些进行测试，最终效果暂时未知。火力军这里提一句，完全可以在乌俄战场测试。就比如美国在乌克兰测试低版本高科技战争，直接双赢。只是乌俄战争爆发之后，以色列没提供过一件先进武器， SMA-SH 系统自然也就没有上战场的机会。火力军也只能说很可惜。不过就当前的战场环境来说，不管是天网还是 SMA-SH 系统都没有解决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：怎么定位小型无人机。说实话，打掉无人机并不是很难，难的是发现定位。实战中依靠目视发现无人机和巡飞弹基本没戏。现在专业的反无人机设备都有专门的反无人机雷达和配套武器，所以乌军这种拿 AK 改装的骚操作只能说是一种尝试，属于特殊情况下的临时替代品。当然了，乌军的创意改造并不是无用，就比如说加装爆反的豹二 A4， 直接弥补了其最大的缺陷。早期的豹二装甲防护性基本都没有质的提高，北约原物的豹二 A4 自然也继承了这个问题。从乌军坦克维修厂流出的照片可以看出，这是豹二早期的垂直炮塔装甲的型号，而不是豹二 A5 之后加装具有倾斜角度的肖特楔形副甲装甲。乌军的改装方式也很简单，加装冷战时期的接触1爆炸反应装甲。这辆豹二 A4 的车体正面上部和下部都装上了接触1，炮塔的位置上也焊接上金属支架，基本上可以实锤。有意思的是，专门记录乌俄战损的 ORYX 还给这款坦克起了一个新名字豹二 A4V， 借鉴了俄罗斯的命名法，其中 V 是爆炸，表示刚添加的接触1爆反。俄罗斯那边的 T55MV、T62BV、T80BV 都是沿用这样的命名规则。从效果来看，这算是弥补了豹二 A4 的缺点。当初德国研制豹二 A5 时，加装肖特楔形副甲装甲，就是为了加强豹二系列的防护。这个是豹二的老毛病了，没办法，当初德国研制豹二的时候，没办法自行研制现代复合装甲技术，于是找英国引进了柏林顿装甲技术，从而推出了 B 技术复合装甲。但是防护效果比不上柏林顿，估计英国当年卖给德国的技术属于减配版本，所以豹二自诞生起基础防护就不行。乌军呢来个创意改装完全可以接受，加装爆反之后确实会影响豹二 A4 机动性。但是在遍地都是地雷的情况下，跑得快不快不重要，防护才是硬道理。除了乌军玩创意，俄军也玩，比如将舰炮焊接到装甲车上，外形很是吸睛。俄罗斯这边最有意思的就是把 2M3 型舰炮焊接到了 MT-LB 装甲运兵车上，目的是保障前线作战的装甲火力。火力军说句实话，虽然丑了点，但确实能用。MT-LB 装甲运兵车，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多用途装甲车，作用呢也可以，能运输步兵，也能牵引各种火炮。2M3 舰炮，上世纪40年代研制的一种舰载防空火炮，小型舰艇专用，没办法用在乌俄战场上，只是俄军本身的武器都不多，把东西放在仓库里，不如拉出来溜一溜。而且把这玩意儿焊在 MT-LB 上，也算是把 MT-LB 的牵引力发挥到极致。其本身就是多用途装甲车，体型又大，内部空间充足。以前也搭载过各种稀奇古怪的装备，比如防空导弹、反坦克导弹，甚至是25毫米炮塔。搭载海军舰炮也不是不能接受。武器这玩意儿丑点不怕，能用就行。而且这种操作也不是俄军首创，意大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将自己的奥托美莱拉76毫米舰炮与德国的豹一坦克底盘或者 OF40 主战坦克的底盘结合起来，打造出了奥托马蒂克自行高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装甲运兵车经过陆地战舰化的改装之后，也能让俄军装甲部队在短时间内提升输出火力。利用 2M3 型舰炮的大仰角优势，改装后的 MT-LB 也能攻击高层建筑内的敌军。当然，这东西也有很大的缺点，从外形就能看出来，跑不快，防护不行，整体高度过高，容易被打，被发现后就会当场暴毙。不过对于俄军来说，这种战车的战损率不是考虑的重点，也刚好符合苏联与俄罗斯的思维。武器是消耗性装备，不需要有人性化的设计，也不需要考虑后勤维修。想法是挺不错，也算是废物利用。有意思的是，乌军这边也有这样的玩法。
乌克兰在经历消耗战，为了弥补与俄罗斯在火炮和火箭炮数量上的差距，乌军还回收损坏的 BM-21火箭炮，或者仓库里战机机翼下的火箭弹发射器，然后把这些火箭弹发射器用螺栓固定在拖车、皮卡或者平板卡车上，制造出一个临时的火箭炮。乌军还在 MT-LB 装甲车上面安装了100毫米 MT-12反坦克炮。除此之外，俄军之前在 T-72坦克系列周边临时焊接很多金属钢网，充当坦克防御装甲。今年的1月份，甚至还有消息表明，俄军在无制导功能的航弹上焊接了金属架来充当滑翔弹。这种简易改装发挥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，也限制了俄空天军的发挥。上亿元的苏34挂载的武器是经过改装的 FAB-500，说出去多丢人呀！ FAB-500 这东西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弹药，没有任何制导方式，除了威力大之外，没有任何一点先进之处。改装也只是焊接一套尾翼上去，增加一点滑翔距离，跟精确打击不沾边，更别说跟美军的 JDAM 比了。总的来说，乌俄双方都有创意改装的武器，但俄罗斯这边改装的武器都是焊接，航弹焊接尾翼，装甲车焊接航炮，效果也就那样，就凸显一个字：穷。至于乌军这边本身就缺武器、缺弹药，改装武器只能说是尝试，反正不会亏，只是实战效果跟俄军的差不多，有作用，但作用不大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还知道哪些创意性武器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